从 iPhone 换到小米15，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。都说澎湃 2.0 的动画流畅到离谱，我就是信了这个邪才买了小米15。但是经过我2个月的重度使用下来，感觉它和 iOS 的动画流畅度比还是差了太多了呀。我日常打开比较多的几个 App， 小红书、微信、抖音等，其中小红书的动画就让我很难受了。我每次打开帖子的时候，动画总是从右往左滑动，而 iPhone 采用了一种从点击位置向中间缩放的一个过渡效果，显得更加自然流畅。然后我尝试快速切换 App， 每次都会在下个 App 的页面罚站几秒才能继续操作，而 iOS 是可以直接无缝衔接上的。这个问题好像安卓手机都是这样的，从 iOS 换过来之后，感觉真的很不顺手了。还有底部的这个手势提示线和大部分的 App 都不兼容，比如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，就能看到很明显的一片白色的区域在下面。如果你切换到暗色模式的时候，下面这块色块和上面显示很明显的反差，看起来是真的很难受。这你受得了吗？在习惯苹果的左滑返回之后，安卓虽然也是侧边返回，但是小米15左边顶部的区域是不能滑动返回的。这里应该是为了防误触的设计，但是这边的区域范围很大，还不支持自定义区域范围的设置。再加上小米15屏幕又很小，对于习惯了大屏手机转用小屏手机的人来说，真的很不友好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发布会上面大吹特吹的一个 AI 功能，这点就和苹果很像了。但是发布会10月份就在说的一个超级小爱，结果到现在2025年了，还只是发布了一个 PPT， 目前仍需要内测申请才能使用。苹果虽然一开始选择的供应商拉了一坨大的，但是现在传出更换供应商的一个消息，进入大陆也是加快了进度了。而小米相册的 AI 功能也是有点不尽人意， AI 消除基本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待，或者偶尔会出现处理失败的一个情况。不过时常有几张图片用来修修图片，发朋友圈还是很方便的，对它的一个期待值不要太高了。小米让我最烦的就是真的太多广告了，无处不在都有广告，用起来是真的难受，还得找教程把广告一个个关掉。iOS 这方面对比起来就舒服很多了。其实我很想念当年一加轻氧 OS 和魅族30手机的那个年代，那体验感是真的很不错。虽然前面说了那么多缺点，但是小米15还是有不少亮点值得称赞的。这次发布的一个苹果互联真的很好用，特别是它和 Mac 互联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妙想桌面和 iPhone 的一个镜像对比。小米15的操作甚至会比 iPhone 的一个镜像操作更为顺手一点，它的操作模式和手机的操作一模一样，而 iPhone 返回主页和打开多任务页都需要点镜像屏幕外的一个按键，而且 iPhone 是无法滑出状态栏的，这个操作就有点麻烦了。iPhone 的镜像操作是真的很智障，比如我打开小红书，我想看图文，但是我发现我是滑动不了这个图片的，一滑就会到个人主页，而小米是可以正常滑动的。而且小米15支持手机和镜像屏幕同时显示和操作， iPhone 点亮手机屏幕后，电脑上面的操作就会关闭，必须锁屏后才能继续操作。不过小米在妙想桌面互联状态下，水屏状态下，超声波指纹就无法唤醒，必须点亮屏幕才能继续用指纹解锁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互联之后2个打字的对比吧。这一点 iPhone 就舒服很多，输入法框是融合在镜像画面里面的，而小米是游离在框外的。小米互联给 Mac 传输文件速度也很快，如果只是传输图片的话，基本和苹果的一个隔空传送是没什么区别的。唯一可惜的就是实换照片不能互传，传输之后就会变成普通的一个照片了。而且小米15这个小屏尺寸恰到好处，手感非常好，重量也很轻，对比起来我之前的一个 iPhone 就像一块板砖。其实它缩小了尺寸，但是续航也是真的很顶。我一般早上充满电出门上班，基本可以用到下班回家，这点是真的好评。之前的 iPhone 我要1天2充，而且我家有很多米家智能家居产品，小米15现在有这个米家融合设备中心，是真的很方便。打开或者关闭我的一个智能家居产品，在首页下拉就行了。不得不说，小米现在生态融合做的真的很不错，所以这段时间用下来，小米15让我真的又爱又恨了。如果给你选，你会选择从 iPhone 换到小米15呢，还是说会继续用 iPhone 呢？